哇，你看，真的贴着，哇，这个真的迷惑到我，哎，他也被迷惑到了。哦，智能领航辅助已退出。啊，谢谢你的支持，恭喜发财啊！欢迎来到全网最严苛的自驾实测《自驾纽北番外篇》。对，今天我们在武汉，因为上回在重庆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呼唤我们说来武汉，来武汉，武汉的路也很难的，所以今天这不来了嘛。而来到武汉，我们第一台挑战的车型就是来自宝骏的享境，这是一台5米车长、2.9米轴距的妥妥的旗舰轿车。它用的这套系统呢比较新鲜，是一套来自大疆的卓越科技的算法，加上高通8650的算力芯片这样一个组合。那它的表现会怎样呢？话不多说，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但是在开始前呢，请大家先关注智能车研究所，给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啦。好，我们上车吧，就启动自驾。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武汉，我们现在用宝骏的新车享境来挑战一下武汉而且虽然我是第一次来武汉，但这条路线呢是我们挑了一条比较有难度的。一般来说，这种新车试驾呢，品牌方都会挑一些他们测试过、觉得有信心跑的简单点的路给我们演示。但是呢，宝骏他们对自己的车型很有信心的，就说发该跑你去吧，所以我也就不客气了，我就挑了这条路。当然了因为我对武汉还不是太熟那如果各位武汉的朋友看到这条路觉得还不够过瘾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们，那我们下回呢可以考虑升级一下我们这个番外篇武汉篇的路线那现在我们这边是来到了这应该是解放路，看一下。好了，给大家大致看一下我们路线，我们会沿着这个解放路，然后呢是拐过去澳门路，经过香港路，然后在这个唐家墩拐过去。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我可以保证不简单。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我们前方预计是5.5公里，但是22分钟的。请注意后方来车。好，这里是因为我设了一个途经点，所以有可能它是前方路口掉头，请注意接管车辆。对，它是要经过途经点的，我看能不能把这个途经点给删掉，移除。对，移除。好，可以了。您正在控制方向。我把它掰过来，因为它那途经点虽然移除了，但是他也不知道，他还是想进去吗？即将向右引导横变道。他还是想进去。请注意后方来车。那这里我控制一下，这个就不算入接管了，因为这个是途经点的关系。我先过了这个地方。请注意后方。他还是想过去。您正在控制方向。我先走辅道。对，因为这个途经点是。我们也是要走辅道吗？对我们也是要走辅道。对，那是我的错，真的，外地人来到这边就是这样，好吧，怪我，这个我先帮他过去了。其实刚才享境是对的，我是应该走辅道的。好，那经过一个小插曲之后，我们就继续启动智能领航辅助已激活。享境用的这一套自驾的，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比较新的。但具体呢，我就先不说，免得大家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反正我们先看一下它今天的表现，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它这一套感知或者它的算力芯片这些硬件的配置，然后到时大家可以更加客观的评价一下享境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好，你看它的提示还是蛮到位的。刚才右后方来车，它会通过语音来告诉我。现在我是打开了享境的这一套灵眸智驾 3.0 的语音提示。当然，就如果我们跟一套智驾系统去熟悉了之后，有了默契之后，是可以把语音提示关掉，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声音提示的这里趁着等红灯给大家看一下，在辅助驾驶这个地方，这个有标准有简洁的，那我就暂时保持标准。然后它的领航呢，只有2个开关，一个是高速，一个是城市，是没有那种风格设置的，是比较简单。我们回到这边吧，打开这个 SR 界面。好了，现在我们是刚刚通过了一个红绿灯路口，可以看到这套灵眸智驾 3.0 它的起步跟停车的控制都是很舒服的那种前方的公交车在减速，然后你是不是要绕行呢？它好像有一点点想绕行，
但是还没决定。然后我的车身已经慢慢压出来了，但是他还没有决定是要绕行啊，决定了。请注意后方来车。因为后方来车他又取消了，但他这个动作就是很缓，就是整个动作不是说他反应慢啊，他的反应其实不慢的，是他动作处理的很舒服。这个呢就会让我先看一下前方这个临停的车辆，然后我的左边有个车夹住怎么办呢？这个就很聪明了，稍微偷一点点位。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这个是要变道吗？哦，好，这个没办法了，因为刚才是被那个车挡住了，所以我们就晚了进入右边车道，所以这边是有一个压实线的动作，但这个是没办法。好，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啊，就是我觉得想进的这套自驾系统，它每个动作都是动作的那个居值变化不大，就是很像一个那种专业的司机开车那种感觉，就不会说动作大开大合，无论是转向也好啊，加速减速啊，都是那种很舒服的。就你如果这时候你坐在旁边，坐在副驾的位置啊，可能是分不出来是我在开车还是一个系统在开车的。好，我觉得趁着这个红灯，我可以把这个语音播报给它设成简单的，用简洁的。好，现在我们就拐进澳门路了。好，我们现在的车距控制呢是已经调到是最近的了，它有4档，我已经调到最近这一档了。因为在市区里面的话，如果用最远那档的话呢，那基本上没法跑的。市区，尤其是今天武汉这一段路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好，这里为什么会突然有一个减速呢？是因为是途经点的关系，应该是我们离途经点很近了。请注意后方来车。这个挺好的，你看跟刚才左边的那个塞纳的距离很近的，其实，但是它不会有那种，就不会说因为旁边的车要切进来，它是有个突然的刹车，它就慢慢的把车速降下来，降到跟那个塞纳可能刚才还有半米的距离，所以它就虽然刚才那个车距是很近，但是我作为一个驾驶者或者说监督者的话，我的心是不慌的，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这点信心的建立，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它对于这种加速减速的控制。好了，我们是要，哇，你看，真的贴着，哇，哇，厉害，那个司机在恭喜发财我了，因为刚才贴得很近啊，感谢你的支持啊！大家恭喜发财。他要故意的 cut in 了，顺便看一下呢，哪怕他是故意的 cut in 的，我们的这个刹车那也是一个恭喜发财，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支持啊，谢谢你的支持，恭喜发财啊！就确实，其实正常来说，我们就用自驾，我是不提倡就这样子的。就刚才那个明显已经很近的距离，其实是应该接管的。但是我为了测试这台车它自驾系统的极限，所以刚才就没管它。所以确实我对前面那个车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啊。就是大家日常用自驾的时候不要这样做，不提倡这样做。但是确实从刚才那个距离能看出来很厉害。刚才我的后视镜距离那个车大概就真的20厘米左右，而且这个是在动态当中保持这个距离，真是相当厉害了。所以铃木自驾 3.0 它现在这种就切线的策略啊，就是一点一点拱的那种策略，它不是说我等到后面的车让一个空位给我再进去，它就是一点点拱进去的。这个真的挺像真人司机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路线上面啊。你看旁边的车离我们很近的，但是它不会说就是车距近它就有那个突然的刹车，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我对它有信心呢？其实就是这种动作了，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我的车离旁边的车近我就会觉得害怕，
让我害怕的是它的处理的手法，就比如说旁边的车靠近一点，你突然一脚刹车，那这种的话我就不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但是它是跟旁边的车是慢慢减速的，就距离拉得很近，但是速度慢慢的控制。好，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左拐，到目前为止表现其实都是挺好的。对于一个新的系统，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来说，一个新的系统能做到这样子，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觉得好的话可以打个分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智能车研究所啊，要给个1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会在全国不同的地方去测试各个品牌各个车型的智驾系统。当然了，到最后的话呢，我也一定会把它拉回去广州跑一下我们的智驾纽北的固定路线的，因为在那条路线上面，大家才可以去横向的看到不同的车型、不同的版本的智驾系统，它们之间的性能的区别，它们能力的差异在哪里。然后，来到武汉这边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是为了第一时间可以测到这台车它的智驾的系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不同的地方走一下嘛，因为在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在呼吁我们过去啊，所以我们也想去试一下。对，就是每一个中国很大，每一个城市的路况跟你需要的驾驶的技术或者说驾驶的方法，其实是真的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不能说一个系统在一个城市做得很好，在另一个城市就同样也做得很好，每个城市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全国跑一下，其实也会更加了解到，就是我们作为测试者，知道每个城市它的交通的特点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条系统的评价也会更加全面一点。好，这边就是一个拐左了，因为在灯号在数秒了，旁边有个电动车，所以它就不走了。最后不要走了，已经黄灯了。对，这个我就踩了，因为刚才旁边有这个电动车，所以他就等了一下，他以为那个车要动，但那个车看到我们动了，他又不动了。他不动的时候呢，想进就动了，但他动的时候已经黄灯了，所以我就把它踩下来了啊。这个就算一个安全接管，但这个安全接管就不完全是这个应该算一个违章接管了。对，但是这个违章接管就不完全是想进的能力问题，是刚才主要是那种博弈，那个电动车。本来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因为刚才对于它来说是红灯的。对，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屏幕左上角会有6个计算的数字，因为我们不想用一个简单的接管数来去评价一台车，而且现在我们也越来越觉得不要追求零接管，追求零接管对于工程师来说是一个指标，可以去促使他们去进步、去改进。智驾系统的各个方面，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追求零接管是一件没有意义，甚至说是成本很高的事情。就是你有时候为了追求零接管，你就会看着一台车它违章啊，它发生一些很紧急的状况啊，然后你故意去不管它，这样是很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日常我们用智驾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驾驶负担，那所以在可以用的情况下，大胆交给他。但是，一旦你发现有什么不好的苗头的话，就是果断的我这里启动，我先过了这里，不要影响交通效率。我刚才其实应该早点启动它的。我们这边对，这边是走这里的，智能领航辅助已激活。对，我习惯了特斯拉跟小鹏的那种，想进这个是要慢一点，这就跟极客那个有点像，要慢一点。好，这边我们就拐右进入了从澳门路进入了香港路啊，我们一下子把2个行政特区都走完了。武汉这边的路名还挺有意思的。好了，其实这一段路跟我们平常智驾纽北的路的那种特性不一样，我们智驾纽北主要就是博弈的不多，但是呢，路面要处理的东西很多，就是路本身的难度大。但武汉这一段路我们挑的呢，就是更接近大家日常驾驶，市区里面的日常驾驶的，就是路本身是并没有太大难度，但是博弈的场景会比较多。那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想进这一套灵眸智驾 3.0 它的表现。好，等红灯红灯位的这个停车是挺好。但是它没有停到那个停车线上，
所以这个如果是星级的司机的话呢，就稍微给一点点共价上去，但我就不管它了。一说你就动了。好，顺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红灯起步的效率还有几秒，5、4、3、2、1。想进的 SR 这边就没有显示那个红灯的读秒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的车啊，旁边这个应该是一个专车来的，我们的起步效率比它还快一点，其实当然它可能在分心了，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开了自驾就会慢啊，影响交通效率啊什么的，其实真不一定的。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呢是会分心的，自驾系统呢虽然它就可能不会说很心急很激进，但是它平稳啊，它不会分心啊，它该走的时候就走啊，所以总体下来其实自驾系统是不慢的。可以再看一下，那台车是比较快的，这个就像一个真人司机了，但这台车你看我们又是比较快的，所以自驾系统其实现在的自驾系统是真的不慢，尤其是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品牌都已经进入到端到端了。端到端的时候，其实因为它可以泛化处理的场景更多，所以它的反应更快，那表现出来就是快就是处理各种情况的时候，它开的不会慢。好，这边我们继续是等红灯。这里有显示，原来在这个地方，它用导航的那个读秒的信息，在主界面没有显示出来。然后我发现，铃木自驾 3.0 啊，它也是，其实之前在 2.0 Max 上面也发现了，它有点像华为那种呢，它就会在屏幕这个地方，它用文字会显示，就自驾系统现在在做什么。其实这个显示就跟我们刚才开了语音播报的那个内容是基本上，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这个呢，是一种跟驾驶员的交互，因为自驾系统它就是一个黑盒子，就哪怕是研发它的工程师，其实现阶段只要你是用这种端到端 AI 模型的话，都是说不清它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所以对于用户来说呢，就更加是一个黑盒子了。那这种黑盒子可能会让一些朋友觉得有点就心里面不大踏实，所以呢，把它的动作显示出来，或者用语音播报出来呢，就可以增加大家的信心。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已经把车距调得最近了，但是想进离前车的距离其实还是有一个车位的，这个距离是有点远的，尤其在市区里面。但是好的地方呢，就是它对前车的起步的跟进速度是及时的当然因为我们今天这台车是试装车，还不是最后量产车，包括这一套系统其实也不是最终量产，就大家买这台车的时候会用到的版本到时候那个版本肯定会再更新一下的。那所以也希望宝骏的工程师还有卓越的工程师因为这套算法其实是卓越提供的。这个可以了，他发现了，我刚刚还想说是实现，他就发现是实现了，所以他就过来这边了。但是有点压到这边，但是还没有压实线。对，他规划的路线是往前的，这里可能是因为左边这个车他压得很近，所以他为了就保持距离，所以他自己也选择了靠右一点，这个就很灵活很拟人。对，这台车的这套系统的算法是卓越的，就以前的大疆提供的，所以也希望就是卓越的工程师也可以去调整一下，就是把这种市区里面的跟车的车距，你看其实像这台车这个距离就是比较合理的，我们这个距离是远一点旁边这个就更加大条了，因为没有人敢靠近它的。待会儿等他走过去，大家看一下他车身上面的文字就知道了。对，谁敢去抢他的位，谁敢加塞他？你看。好，我们继续起步了。但是刚才为了避让那台车压右了之后呢，就对右边的车又有点压力了。好，前面是有一台车临停在这里，然后他选择了稍微绕行，这些绕行都停，就是他发起绕行的时机是挺早的，我发现这也会让我觉得挺安心，就是不是说跟到一台车后面突然一脚刹车，突然打方向那种，而是提前呢就慢慢的绕行，这样就很好了。好，然后又是停一下，
而且我发现啊，这套灵魔自驾 3.0 它有一个倾向，它就到了路口呢，它就想绕行。当然这个倾向呢有好有不好啊，好的地方就是灵活，就比如说就3个车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中间车道是排着5、6台车，右边车道车比较少了，你看它就会。刚才呢，就是因为我们右边车道是有台车，所以它就有这种绕行的动作了，啊，哪怕只是一台车，这样效率会更高。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有可能，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处理啊，这个斑马线啊有减速，但是它这个减速就不是完全停下来那种礼让行人，啊，那问题不大，刚才离那个行人的距离也足够远，足够安全的。对，说回刚才那个倾向，就是如果说就是前面有台慢车，但是另外一个车道其实是不对的车道，或者说前面的车道或者有什么情况的时候呢，那有可能这种倾向就会导致它会进入到一个错误的车道。所以这种呢，就是大家平常用自驾的时候就要注意一点。所以我反复要提醒大家，现在自驾呢只是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它的本质是辅助驾驶啊，再智能都好，它都是辅助的。那所以我们作为拿着方向盘的人，我们是要对这台车的驾驶负责的啊，所以它就该接管的时候还是要接管。我们是走错了，是吧？下一个是这个地方哇，这个真的迷惑到我，他也被迷惑到了，我帮他一下了。这个我就说，如果我自己开车，我都没看清楚。好，我们再启动。智能领航辅助激活。刚才有一个效率接管的不按导航走的接管。好，这边拐过来了。拐过来之后呢，这里就会进入到一段光线突然变暗的路段了。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反正从车速上面看来，我觉得它的表现跟刚才是没有区别的。好，这边你看那个车屁股凸出来一点，它也会往左避让一点点。它这种避让的动作真的很灵活，很像真人。这个就是端到端系统的一个好处。端到端系统因为是通过大量的就实际上人开车的数据去训练这个模型。所以这个模型呢，它就会自己提取出一些我们真人开车的特征，就会学会了随机应变。那如果是以前规控的年代，像那种就一个车的屁股凸出来一点，就如果工程师没有写一个相应的规则的话，那可能他就不会处理了。你要不就直接怼过去，要不就卡在那，不知道怎么办。那但是用了端到端系统之后呢，它就会自己去寻找出这种规律，就比较灵活，就不管刚才那个是车屁股也好，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也好，反正路上有个东西怼出来了，那我就稍微绕一下就行了。这个就是端到端的好处。快到终点。对，我们快到终点，对，前方就是终点了。好，看一下这个智能领航辅助已退出。这个对于右前方的距离识别就不大到位了。好了，快到终点了，所以也可以揭晓了。顺便也说一下为什么刚才会发生那个状况啊。其实这台车用的是卓越提供的算法，还有卓越提供的感知硬件。这个感知硬件呢，就是8个摄像头加上1个毫米波雷达。对，它就基本上比起小鹏他们用的那个视觉系统会更加接近特斯拉那一套，因为只有1个毫米波雷达是在前端对于远距离判断的。所以像刚才那个公交车是突然从我们的右边切进来的时候，因为右前方没有毫米波雷达，所以它对于距离的判断呢是不大到位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像旁边那台车，刚才那个黑色的奥迪 Q5 的时候可以跟它贴那么近呢？是因为它在我们的正侧方的时候用侧面的那个鱼眼摄像头是可以比较好的判断距离的。但是那个车的状况呢，就刚好卡在这台车它的一个也不能说盲区，就是它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点上面。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宝骏跟卓越的工程师可以尽快去解决，因为你在感知层面上面确实那边是比较薄弱的，这个就前脚包括后脚都是要看通过算法或者什么别的方法去
去把它弥补一下。但是为什么宝骏会用这一套系统呢？其实很简单，这套系统它的成本会比较低，那所以这台车的价格为什么能做到那么低？你看5米的车长啊，车里面这些内饰全都是软包啊，这配置高的很的4个座椅都是通风加热啊。对啊，你用这个价格能做到这样一台车的话，那肯定成本要尽可能控制的。那所以可以理解啊，当然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的把它优化一下，那就可以让消费者真的可以买到一台价廉物美的价格不高，但同时呢，整台车的智能性能是可以媲美到一线品牌的这样一台好车。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辆牛培的贩卖篇就先到这里了。大家如果觉得这台车的表现好的话呢，来给个一键3连啦，顺便也给我们一键3连啦最后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智能线研究所，想看哪些车型的这边我们到了，所以我接管了，我们不进去那边的。大家想看哪些车型的最佳实测，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拜拜。来到武汉当然要喝杯奶茶啦。在商场买奶茶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车位，车位不难，但是呢，我的心突然就黑了，我就给它加点难度，看一下想进自动泊车的能力在哪里啊？它启动自动泊车很简单的，按一下这边这个按键，就进入到泊车界面了。车位呢不用特意扫描，它只要车速慢的时候自己扫描了。我选择这个车位，车尾泊入，对，车尾泊入啊。好，现在呢，它其实有离车泊入的那个按键，但我们不用管的。这台车很聪明的，我只要拿着钥匙，解安全带，当然是记得挂 P 档了，就可以下车，就可以用的了。为了增加难度，我这边是放了2个装桶的，然后前面是堵墙，我们要停那个车位先启动它，只要按这个泊车的按键，等它亮了小蓝灯就可以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走一边去看它表演了。这个车位大家想一下，如果你要尾巴进去，你会怎样规划路线？那你可以想一下，然后再看一下它规划的路线跟你想的路线是不是一样啊？我们走远一点，不要干扰它。其实这种车位不是说特别的窄的车位，它的难度就在于要规划一个很长的路线，而且这个路线是要来回倒很多把的。所以如果一个自动泊车的系统它不能做一个很长时间、长距离的规划的话呢，它就进不去的。你看它这里绕，它决定借用那个车位，还挺聪明的。在整个自动泊车的过程当中，那个小蓝灯一直会在闪，去告诉旁边的行人跟车，它是在用辅助驾驶功能在泊车。这个路线规划是真的挺聪明的哦。差不多 OK 了，应该再倒一把就可以了。他难道想一把进吗？可以哦，可以哦。一把进，可以。你看旁边这个距离，两边都控制得非常的完美，停在正中间。大家觉得想进这个自动泊车可以给几分啊？在公屏上面打个分数。走了，下班了，拜拜。